上一世，我带着富可敌城的嫁妆下嫁给了新入伍的萧玲珑，可新婚夜当晚，他便离京出征。1个月后，传来了他战死沙场的飞鸽传书。得知消息的我，每天以泪洗面，发誓为他守节一辈子。但我没想到，在3年后，他带着一个女人回京。他不仅将我贬妻为妾，还与婆母联手，将我绑上献给老皇帝冲洗的马车，最后被老皇帝折磨致死。在睁眼，我已在龙床之上，只是榻上的并非是垂死的老皇帝，而是新登基的陛下，此刻正捏着我的下巴，嗓音玩味：“荣安侯夫人，真巧，朕正愁如何？赏赐。”荣安侯府。新帝李全的手指又冷又硬，指节用力，捏得我下巴生疼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混沌的意识瞬间清明，不是那个濒死的老皇帝，眼前这张年轻帅气的脸，带着一丝熟悉的玩味，是太子。不，现在他是皇帝，我还活着，我竟然活下来了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的跳动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一种极致的恨意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萧玲珑、萧府老夫人、柳西西，你们打包将我送上死路，却没想到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给了我一条生路。我没有尖叫，也没有求饶，我猛地挣脱他的钳制，翻身跪倒在床榻边，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地上。陛下，我的声音很稳，稳得连自己都觉得陌生。荣安侯胆大包天，竟敢用臣妻之身冒充福泽身后的贵女前来糊弄您。我抬起头，直视着李全探究的目光，此乃欺君之罪，罪不容赦。我想，没有人愿意戴一顶绿帽子，更何况是当今圣上戴臣子的绿帽。我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将萧玲珑，将整个荣安侯府彻底钉死。李全挑了挑眉，他的眼神里全是看戏的兴致，仿佛在欣赏一出有趣的杂耍。他当然认得我，几年前，我父亲还是当朝宰相，李全还是太子，曾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暗中帮过他一次。那时，我曾随父亲在府中见过他一面。李全慢悠悠地开了口，语调拖得长长的：“那依你看，朕该如何赏赐他？”他特意加重了“赏赐”2字，眼底的戏谑更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猛地磕头，额头撞击地面的声音沉闷而决绝：“臣妻不要任何赏赐。”龙床上的人没有言语，似乎在等着我接下来打算如何开脱，而我的声音冰冷，每一个字都带着血。臣妻只求陛下一个恩典，求陛下让臣妻亲眼看着荣安侯府家破人亡。空气死一般的寂静，我能感觉到李全的目光有些冷清，在我身上刮过，他在审视我，也在评估我的价值。许久，他笑了，那笑声很轻，却让此刻的我心神震动。有意思。李全从床榻上坐起身，随手披上一件外袍。准了。他对着殿外扬声：“来人！”一个老太监立刻弓着身子小跑了进来。你指？李全的声音懒洋洋的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荣安侯夫人沈氏侍奉先皇有功，性情温良，朕心甚慰，特封为御前凤仪，刘氏宫中。老太监的笔尖在纸上快速的滑动，李全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抹恶劣的弧度。另外，朕体恤永安侯思妻心切，特许他随时可入宫，向凤仪大人请安。我趴在地上，身体因为压抑不住的激动而微微颤抖。哈，让他看着自己的妻如何被别人宠爱，而且他的妻还恨他入骨，这道旨意比杀人还诛心。他就像一把明晃晃的刀，直接悬在了荣安侯府所有人的脖子上，让他们日日夜夜活在恐惧之中。谢陛下隆恩。我再次磕头，声音沙哑。圣旨很快就传到了荣安侯府，我甚至能想象出萧玲珑和那老钱婆听到旨意时那张精彩纷呈的脸，他们满心欢喜地等着我被折磨致死的消息，等着柳家扶持萧玲珑入阁，等着柳西西坐上萧府主母的位置。可他们等来的却是我一步登天，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。他们送我去死，我却活得比谁都好。恐惧就像一颗种子，从这一刻起，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，而我会亲手浇灌它，直到它长成参天大树，将它们彻底吞噬。萧玲珑进宫的时候，脸色比死了爹妈还难看。我正坐在李全身边，慢条斯理地给他剥着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。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将我身上的锦缎照得流光溢彩。而他穿着一身暗淡的朝服，站在殿下，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老鼠。他看到我，眼睛瞬间就红了，那眼神里有震惊，有愤怒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悔恨。微微，他嘶哑地开口，不顾宫中礼仪，几步就冲了上来，想抓住我的手，跟我回家。我手腕一偏，像躲瘟神一样甩开了他的触碰，那颗包好的葡萄顺势落入李全的口中。我抽出帕子，仔仔细细地擦了擦被他衣角碰到的地方，眼神冰冷。萧玲珑，请你搞清楚，我现在是皇上的人。我轻飘飘地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扇在他脸上。萧玲珑僵在原地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他大概从未想过，那个对他言听计从、逆来顺受了3年的我，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。他不死心，还想打感情牌。微微，
他急切地说着，试图唤醒我过去的回忆。我直接被他气笑了。勤奋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你把我五花大绑塞进那顶献祭的马车时，怎么不跟我讲情分？你和你那好母亲盘算着用我的命去换你们的前程时，怎么不提情分？萧玲珑，你的情分就是一条随时可以拿来卖的狗，对吗？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，戳得他体无完肤。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。一直默不作声看戏的李全，此时才懒洋洋地开了口。他像是才看到萧玲珑一样，故作惊讶地问：荣安侯，你这是觉得朕的宫里留不住人？皇帝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山一般的压力。萧玲珑吓得腿一软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。他额头紧紧贴着地面，冷汗瞬间就浸湿了后背的衣衫。臣不敢，臣只是太思念。我抓住了这个绝佳的机会，转身面向李全，刚刚还冷若冰霜的脸上瞬间蓄满了泪水，那泪珠在眼眶里打着转，要落不落，显得我楚楚可怜。陛下，我哽咽着开口，声音里带着无限的委屈。臣妻进宫太过匆忙，许多嫁妆铺子和地契都还遗落在萧府，那都是我娘亲留给我傍身的保命钱啊。我一边说，一边用袖子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若是没了那些，臣妻以后可怎么活呀？我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李全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的表演，嘴角噙着一抹笑意。他配合地叹了口气：爱妃莫哭，朕为你做主。转头看向地上跪着的萧玲珑，声音冷了下来：荣安侯，你听见了吗？萧玲珑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。臣听见了。我立刻收了眼泪，走到他面前，冷冷地下达命令：明天天亮之前，把我所有的东西一分不少，连本带利全部送到宫里来。我俯下身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：我的嫁妆单子一共有3份，我这里1份，我父亲那里1份，官府存底1份，少1张纸，缺1分银子，我就请陛下的禁军亲自去你家，一寸一寸的搜。萧玲珑死死咬着牙，牙关都在打颤，屈辱和愤怒在他的眼中交织，最后都化为了恐惧。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：是。看着他失魂落魄，连滚带爬地离开大殿的背影，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有一种报复的痛快。萧玲珑，这只是第一道开胃菜，真正的大餐还在后面呢。我拿回了我的嫁妆，厚厚的一沓地契和银票，是我复仇的第一笔资本。我从中抽出一张100两的银票，叫来了一个机灵的小太监，去萧府传个话。我将银票塞进他手里，压低了声音，就说皇上对我很是宠爱，已经动了要封我为妃的心思，但是我毕竟是嫁过人的人，身份上有些不妥。小太监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。奴才明。太监心领神会，连连点头。奴才明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萧府那个老钱婆，出身贫寒，一辈子最好面子，也最是贪婪。他把萧玲珑的仕途看得比命还重，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果然，不出我所料，小太监的话传到萧府，那老钱婆一听，眼睛当场就亮了。儿子成了皇帝的大舅子，那可是光宗耀祖、一步登天的好事啊！他立刻把萧玲珑叫到跟前，逼着他写和离书。我不管你跟那小贱人还有没有情分，这和离书你必须写，你可不能耽误了我们全家的富贵。老钱婆的声音尖利刻薄，完全忘了当初是谁把媳妇送上死路的。萧玲珑还有些犹豫，毕竟我沈家的背景是他仕途上重要的助力，可老钱婆却不管不顾地撒起泼来。你是要你爹娘的命，还是要那个扫把星？你要是不写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。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柳西西的耳朵里，她当场就炸了。她谋划了3年，从一个不能见光的女子，好不容易盼到我死了，眼看就要坐上萧夫人的位置，现在鸡飞蛋打了，她再也装不出那副柔弱可怜的样子，直接跟老钱婆撕破了脸。你这个老糊涂蛋！柳西西指着老钱婆的鼻子破口大骂。沈念那个贱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他现在是皇上的人，怎么可能还帮衬萧府？你这是要把玲珑哥哥往火坑里推。老钱婆被骂得一愣，随即也反应过来，是啊，我都已经是皇帝的女人了，怎么还会管萧府的死活？但她嘴上却不肯认输。你个小娼妇，还没过门呢，就敢教训起我来了？我们萧府的事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两个人就在屋子里像泼妇一样厮打了起来。柳西西年轻力气大，抓破了老钱婆的脸。老钱婆也不是吃素的，揪着柳西西的头发就往桌角上撞。萧府里乱成了一锅粥，而我安插在府里的眼线，我曾经的陪嫁丫鬟，趁着这个机会悄悄潜入了萧玲珑的书房。她偷出了我早就知道藏在哪里的萧府这些年贪没我嫁妆铺子收益，用来上下打点买官鬻爵的烂账本，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每一笔肮脏的交易，足以让萧玲珑万劫不复。第二天，萧玲珑拿着那封用血写着情断意绝的和离书，屁颠屁颠地跑进了宫。她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喜色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当上国舅爷、平步青云的未来。凤仪大人，她恭敬地将和离书递给我，这是和离书，从此你我
再无瓜葛。我接过来，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反手递给了身旁正在批阅奏折的李全。萧玲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，她不明白我这是什么意思。李全放下朱笔，接过那封信，又翻了翻我同时递上去的另一本册子，那是萧府的烂账本。他看得很快，每翻一页，萧玲珑的脸色就白一分。等他全部看完，萧玲珑已经面如死灰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。李全笑了，他把和离书轻轻放在桌上，对着萧玲珑说：“既然和离了，夫妻情分已尽。”他的声音很温和，却让萧玲珑如坠冰窟。那这些烂账，咱们也该好好算算了。李全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眼神变得锐利如刀。来人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，把这个贪赃枉法、欺君罔上的罪人给朕拿下！店外的侍卫立刻冲了进来，一左一右架住瘫软如泥的萧玲珑。萧玲珑像一条死狗一样被拖了下去，直到被拖出大殿，都还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不解。我看着他的惨状，心里一片平静。我缓缓走到李全身边，对着他一一拜。皇帝的动作很快，一道圣旨下去，禁军直接包围了荣安侯府。抄家的声音响彻了半条街，引得无数百姓围观。一箱箱的金银财宝，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萧玲珑买官的往来信件，全都被从密室里翻了出来。人证物证俱全，荣安侯府完了。老钱婆像个疯婆子一样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咒骂我是个丧门星，是来讨债的恶鬼。柳西西更是吓得花容失色，裤子都尿湿了，想趁乱从后门溜走，结果被眼尖的老钱婆一把抓住头发，狠狠一巴掌扇倒在地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，要不是你撺掇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老钱婆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了柳西西身上，对她又打又骂。曾经亲如母女的两个人，此刻比仇人还像仇人，真是可笑。萧玲珑的侯爵之位被当场削去，昨天还是高高在上、前途无量的荣安侯，今天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阶下囚，被直接扔进了又脏又臭的天牢。我特意换上了一身最华丽的宫装，描了精致的妆容，提着一个食盒，走进了那暗无天日的地方。牢里的空气混杂着血腥和腐臭，让人作呕。萧玲珑被关在最里面的牢房，她穿着囚服，头发凌乱，脸上满是污垢，哪里还有半分往日的意气风发。她看见我，就像看见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扑到牢门前，隔着栅栏抱着我的腿哭着哀求：“念念救我！我知道错了，你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在我们3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！”我低头看着他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怜悯。我一脚踢开他肮脏的手：“别碰我，脏！”我慢悠悠地打开食盒，从里面拿出一碟精致的桂花糕，这是他以前最喜欢吃的点心。我捏起一块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真香啊！然后当着他饥渴的目光，我将桂花糕放进自己嘴里，细细地品尝起来，一块又一块，直到整碟糕点全都被我吃光。萧玲珑的喉结上下滚动，眼睛死死盯着我，像一头饿疯了的野兽。我擦了擦嘴角，蹲下身与他平视。我凑到他耳边，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恶毒的话：“萧玲珑，你知道吗？”我笑着说，当初那个限期冲洗的毒剂，是你最心爱的西西妹妹模仿你的笔记写信告诉我的。你最爱的西西妹妹出卖你了呢。我看着他瞬间瞪大的眼睛，笑容更加灿烂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柳西西肚子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。你以为他爱你爱得死心塌地，其实他早就跟你的政敌吏部王侍郎的儿子勾搭上了。你呀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被人耍得团团转，还沾沾自喜的帮人数钱呢。我的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，一刀一刀凌迟着他最后的精神。他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，最后化为一片死寂。啊！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，眼珠子猛地一翻，口吐白沫，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袖上不存在的褶皱，连精神都垮了，这人也就废了。我转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片污秽之地。荣安侯府倒了，树倒猢狲散，老钱婆和柳西西被从萧府里赶了出来。官府念在他们是女眷，没有直接下狱，只是将他们安置在城郊一间破败的院子里，没了下人伺候，没了锦衣玉食。老钱婆把所有的怨气和怒火都撒在了柳西西的身上。在他看来，如果不是柳西西这个狐狸精，他儿子不会跟我离心；如果不是柳西西出的馊主意，萧府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他每天对柳西西不是打就是骂，把她当牲口一样使唤。柳西西的日子过得生不如死，但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派人将柳西西和那个王公子暗通款曲的信件，连同几个人证一同打包送到了老钱婆的手里。我就是要让她清清楚楚的知道她到底有多蠢。老钱婆颤抖着手看完了那些信，信里的内容污秽不堪，不堪入目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她这才知道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儿媳，不仅早就给她儿子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子，肚子里怀的还是一个不知哪来的野种。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天大的笑话，被2个小辈玩弄于股掌之上。柳西西，老钱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，冲进了柳西西所在的柴房。她把那些信件和人证的供词狠狠摔在柳西西的脸上。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娼妇，
你竟然敢这么骗我，骗我们萧府！柳西西到了这个地步，索性也就不装了。她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擦掉嘴角的血迹，破口大骂：骗你又怎么样？你和你那个窝囊废儿子就是一对蠢货，活该！我就是怀了别人的孩子，也比跟着萧玲珑那个废物强100倍。你以为我真的想嫁给他吗？我图的不过是萧夫人的位置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还装什么？这些话彻底点燃了老钱婆的理智，两个女人像疯狗一样厮打在一起，指甲、牙齿都成了他们的武器。混乱中，老钱婆被彻底激怒了，她抓着柳西西的头发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将她的头朝院子里的石阶上猛地一撞，砰的一声闷响，世界安静了。柳西西软软的倒了下去，后脑勺流出的血在青石板上蔓延开来，一尸两命。老钱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又看了看地上的尸体，终于发出一声崩溃的嚎哭。很快，官府的人就来了。老钱婆因故意杀人被判了流放3000里。即日启程，我站在高高的宫墙之上，冷冷地看着囚车从朱雀大街上缓缓驶过。老钱婆穿着囚服，头发散乱，形如枯槁。她仿佛感受到了我的目光，猛地抬起头，冲着皇宫的方向发出怨毒的咒骂。我面无表情，背叛我的人，算计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好过。斩草要除根，萧玲珑虽然倒了，但她在朝中经营多年，党羽众多，这些人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清算，便开始做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很快，朝堂上就有人跳了出来，一本奏折参了我父亲前宰相沈修，说当年萧玲珑之所以能屡立战功，是我父亲贿赂打点，矛头一下子对准了我们沈家。一时间满朝哗然，这是萧玲珑那些同党的一招狠棋，他们想把我父亲拉下水，用沈家的声望和势力来逼迫皇帝对萧玲珑的案子从轻发落。李全顺水推舟，下令彻查此事，我父亲被停了职，禁足在家等待调查结果。沈家门前瞬间变得门可罗雀，所有人都看出来了，这是皇帝要对旧臣动手的信号。沈家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。那天深夜，李全把我叫到了御书房，他将一沓厚厚的卷宗扔在我面前，那是关于敛财贿赂的所有调查资料。你父亲，你打算怎么保？李全坐在龙椅上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眼神深邃，看不出喜怒，这是在试探我，试探我的心到底有多狠，试探我是会为了心到底有多狠，试探我是会为了保全家人而心软，还是会为了复仇不惜一切。我的心像被放在火上烤一样。我当然知道我父亲是疼我的，但我也清楚，当初他默许萧玲珑利用沈家的势力往上爬，默许我在这段不平等的婚姻里受尽委屈，他也有错。他对权力的欲望终究是胜过了对女儿的疼爱，这笔账也该算一算了。我的手指抚过那些卷宗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这些所谓的证据大多是捕风捉影，只要我开口求情，李全未必不会卖我这个面子。可那样一来，我在他心里就永远只是一个靠着娘家会心慈手软的女人，而不是一把可以为他所用的锋利的刀。我沉默了很久。第二天，我亲自去了我父亲被禁足的府邸，我没有跟他多说什么，只是将一些他早年间处理朝政时留下的一些不大不小，但足以让他丢官的陈年旧账的证据放在了他面前。他看着那些东西，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苍老了许多，看着我许久才说出一句话：念念，你长大了。我没有回答。回到宫中，我直接去了御书房，我将那些足以让我父亲丢官却不至于丧命的证据呈给了李全陛下，我跪在他面前，声音平静：我父有错，治家不严，识人不明，理应受罚。但萧玲珑假死收贿，乃是事实。他欺骗君主，窃取功名，更是罪该万死。我这是在拿我父亲的官帽子，给李全送上一份投名状。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他，为了复仇，我沈念什么都可以舍弃，包括我的家人，我的过去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效忠于他一个人。李全看着我，沉默了良久，最后他走下龙椅，亲自将我扶了起来。好，他只说了一个字，但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对我才算是彻底放下了心。李全收下了我的投名状，他很高兴。第二天，2道圣旨从皇宫发出，震惊了整个朝野。第一道是罢免我父亲沈修的宰相之职，收回所有封赏，令其即日启程返回老家，颐养天年。第二道是给萧玲珑的案子定了性，私自敛财、贿赂官员、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、欺君罔上，数罪并罚，判了斩立决，3日后处斩。李全既借此机会清除了朝中以我父亲为首的一批旧臣势力，又向所有人展示了他的决心和手段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到了我的忠心，我用我父亲的半生前途换来了萧玲珑的死期，这笔交易我们2个都不亏。行刑的前一天，我最后一次去了天牢，萧玲珑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，她蜷缩在牢房的角落里，像一堆发臭的烂肉。听到脚步声，她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她浑浊的眼睛里竟然迸发出一丝光亮，她挣扎着爬过来，隔着牢门嘶哑地哭喊：念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求求你，让他们别杀我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
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仿佛在看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后悔，这世上最廉价的就是后悔。萧玲珑，我平静地开口，我给你当了3年的牛马，为你操持家务，为你孝敬母亲，为你打点关系，我把我沈家的一切都当成了你的垫脚石。可你呢？你却想让我死，用我的命去换你的前程似锦。我看着他绝望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从你把我绑上那辆献祭的马车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了仇，不死不休的仇。他彻底崩溃了，瘫倒在地上，嚎啕大哭，像个孩子。我从食盒里拿出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白米饭，放在他面前。断头饭，我亲手做的，吃完安心上路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。他凄厉的哭喊和咒骂被我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第二天，菜市口人头落地，消息是小太监跑来禀报的。当时我正在御花园里修剪一株开得正盛的牡丹，听到已行刑3个字，我握着剪刀的手稳稳地剪下了一朵开得最艳的花，没有一丝颤抖，一片花瓣都没有掉。所有的恨，所有的怨，在这一刻都随着那颗滚落在地的头颅烟消云散。我的心里空荡荡的，但也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那个叫沈念的天真愚蠢的荣安侯夫人，在今天终于彻彻底底的死了。活下来的是御前凤仪。沈念、萧玲珑的死讯很快就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流放地。据说那老钱婆听了儿子的死讯，当场就疯了，整日里在冰天雪地里哭喊着儿子的名字。没过几天，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活活冻死在了路边，尸体被野狗啃食得面目全非，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我给我远在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信，信上没有问候，没有解释，只有一句话：女儿不孝，但求心安。父亲收到信后，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。第二天，他把那封信连同我过去所有寄回家的书信一把火全都烧了。从此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李全走到我身边，从我手中拿过那朵被我剪下的牡丹，别在了我的发髻上。他拉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而有力。烂人死光了。他看着我，眼底有我看不懂的深意。以后这后宫你说了算。3个月后，中宫之位不可久悬，皇帝李全力排众议，下旨册封御前凤仪沈氏为后。册封大典那天，我穿着繁复的凤袍，头戴9龙4凤冠，一步一步走上通往权力之巅的台阶。我接受百官的跪拜，山呼海啸般的皇后娘娘千岁，震耳欲聋。我抬起头看向远方，目光越过层层宫殿，仿佛看到了那个在马车里绝望哭泣的自己。我看着脚下跪着的人群，心里只剩下最后一句话：他们把我推进地狱，我便从地狱爬出来，成了他们的王。